大家好，我是13。那我今天要带这台车去做一个 pre-purchase inspection， 就是全车的检查。那这个检验，不是我要做的，像我刚刚讲，它是一个买家要做的。那我是带车子过去检查，没有错，我要卖这台车了，我要卖我的 X5。那坦白说，我其实过去生了女儿之后，有想说要买，就是卖这台车，但是一直跟在那边，一直舍不得嘛。那现在要卖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实在是因为这台车开的时间太少了啦。因为平常上下班啊，我都是骑车嘛。那主要骑车就是因为这边的塞车的情况还蛮严重的，骑车其实省下很多时间，那时间砍半，甚至比一半还要再少。那再加上有时候去公司停车，莫名其妙停车位就是非常的满，然后开车反而不方便，骑车的话反而有机车格可以停，那就很方便。所以这台车就变成一个月可能开不到几次。那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如果车子摆着，然后一直没有开的话，我会觉得非常可惜啦。我就觉得心里也不甘，那想说也许转给下一个人啊，会好好的开这台车。就是大家出去玩啊，去旅行的话，可能会更好的选择。当然，我还是要诚实跟大家讲了，我对摩托车的爱，其实比我对汽车的爱还是更多一点。因为跨上摩托车的感觉，我觉得真的是很不一样。有骑车的人应该都知道我在说什么。还是会想念手排车啦，这是一定的。It's got a new radiator too. See that? 好啦，做检查了，这边还蛮多马扎的，是 NA。啊，刚刚做完 inspection 啊，付了100多块钱美金。车子还是有点小东西。Hey man. Thank you. Okay. 我觉得买车啊，汽车真的还是要做 pre-purchase inspection。像这买家这样做，我觉得真的很好，因为检查之后我才知道说，这台车我要卖车嘛，那里面有什么问题是我不知道的。像他现在说我的water pump 那边有点 seep， 一点点的冷却液有点小漏。那其实我3年前才换了整组 water pump 加 timing belt。所以会漏，我觉得还蛮奇怪，因为毕竟之前有换过，就后来好像知道说，water pump 是有分嘛，看你那时候换那个零件的时候是换原厂零件呢，还是你是换副厂零件？那我那时候换的这个整组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是换副厂的，结果他们说副厂的有些问题就是可能在使用比较久，就几年过后呢，会有漏那个功能的现象。那当时我换的时候当然不知道嘛，不清楚这件事情。
后来知道说，哦，原来其实很多他们建议说是换原厂的这样。当然，现在要是知道的话，当初我就想换全部原厂，因为原厂贵至少400多块美金哦。我那时候换，其实基本上也不便宜，因为加 labor 全部工时，好像花了快800多块，对吧？所以原厂的话是1000多块钱，那很更贵。那因为我这台车我买不到4000块钱而已，所以我那时候如果换1000多块、1500的话，哇，那价钱我觉得是还蛮可怕的啊。所以那时候换的是800、900。那当然那时候问那店之后，店家跟我说没有问题这样，不过是不同家店啊。所以现在有这个 water seal 没问题的话，他说平常开车其实一点点这样子是完全不影响开车，但是如果他要去上赛道的话呢，他会建议就整个换掉，那就主要是怕车子可能过热或怎么样。所以现在就看这个买家，他知道这个小问题之后，他是不是想要杀价啊，跟我谈一下价钱啊，然后继续买这台车，还是他可能就不要了，他可能去选别台车这样子。那我觉得这跟买摩托车真的很不太一样，因为买摩托车其实你仔细去看车子，像街车啊。你直接看引擎都露在外面，然后冷却系统都露在外面，所以你看的时候其实非常清楚说，就这台车好不好？那有没有就是漏油问题啊，或是可能漏窟窿的问题啊、冷却啊什么的，都可以比较好检查。那汽车的话，其实就比较难。那因为汽车本身零件、引擎配件这边都比较复杂一点，所以你要自己看，有时候也看得不清不楚了。直接给店家做个 pre-purchase inspection， 我觉得真的很好。那我这边也是跟大家讲说，如果你要买二手车啊，真的就直接带去做检查，然后确定一下，大家知道说自己买这台车，可能接下来还有什么东西需要花钱去整理这样。好了，那等一下要跟买家讲电话，然后就看他怎么样谈咯，到时候再跟大家说。OK， 我跟买家通过电话了，那当然有跟他讲说，这台车检查过后呢，就是有 water pump 那个 seeping coolant 的问题，那个要换，其实零件本身换 water pump 是不贵啦，但是通常做这件事情都要一起做，配合前面的谈明表，所以那个价钱可能会比较高。当然就看你去哪家店做。那我就问他说，那他有没有兴趣？那他说他还是想要买这台车，因为检查过后，除了那个问题之外，其他车的部分都很好。那当然就是如果他要买的话呢，我也是有给他杀价啦，因为毕竟有这个小问题，他如果就要换的话呢，还是要他自己就要花钱去处理。OK， 所以他明天早上会来拿车，就把他带走。好了，那我后面就播一下再来这片段，小小回忆一下。那就先这样啦，我们下次见，谢谢大家。